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我是乔伊。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个15年的小游戏《天空之山》。前几年这游戏刚问世的时候，小火了一把，不少主播都在直播玩这款游戏。但因为是小游戏嘛，流程并不长，很快热度就过去了。当时我也体验了一下，游戏性还凑合。不过最让我惊叹的是它的游戏结局，最开始只有3个，但是结局充满了反转，一次次推翻了整个游戏的世界观。1年后，官方又添加了一个新的结局，再一次推翻了前3个结局。那么我先给大家放一段动画，好让大家了解游戏的大致剧情。I came to this town for a couple of days on business. It was a short trip, so why not spend a few days in style? Your keys, just as you ordered, are best suited with an excellent view in the latest biological defense system. You know, things have to get better before they get worse, I guess. I just had no idea how bad. Houston, New Europe, please remain calm and stay inside. Turn on your home biological defense system, and if you have known, directly proceed to the nearest biohazard shelter, women and children. Dear guests, please do not leave your rooms. I rushed to the phone. I tried everything. Police, 911, even hotel service. Something terrible was going on outside. When the screaming ceased, all I heard was satisfied, hungry growling and the sound of flesh being torn apart. Then slowly starved to death. I still have hope. I'll make it out of here. 游戏的剧情并不复杂，一个男子出差到一个叫天空之山的酒店入住，在当时正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劣势方在战败之际使用了核武器。男子的酒店由于防御较好，他勉强活了下来，但强烈的辐射让外面的人变成了怪物。男子为了出去寻找女儿，得离开这高达100层的酒店，一层层和怪物厮杀，最后离开此地。游戏的玩法也特别简单，最顶层作为你一个临时基地，在那里可以升级工具台、厨具、房门和床，可以用来制作零件武器、烹饪食物。加固门降低睡觉时被怪物袭击的概率，以及在床上睡觉可以消耗饥饿值来恢复生命值。而接下来便是和是男人就下100层的小游戏一样，你需要一层层往下到底楼就算胜利。期间每走过一个房间和楼层就会消耗一点饥饿度，当饥饿度到0的时候，没有吃东西补充，就会开始消耗生命值。游戏是偏向于 roguelike 性质的游戏，楼层、房间和怪物的物品等都是随机生成，而战斗也更为简单，偏向于回合制，利用你手中的武器像辐射一样，可以选择攻击怪物的不同部位，越是弱点对怪物的伤害越高，但命中的概率也越低。唯一要做的就是选择富贵险中求，赌运气攻击弱点来达到高伤害，还是保证能命中持续输出，同时观察下怪物还有多少血，看看能如何高效低风险的战胜怪物。战斗这一块很简单，但其实也并不好操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游戏名为天空之山，但对于某些玩家而言又名乞力马扎罗，毕竟选择最容易命中的部位也有几率失手。万一你运气不好，脸很黑，可能会多次未命中，然后被一个小怪重创致死。所以这游戏对于技术都是次要的，运气和随机性才是最主要的。顺带说一个有意思的，之前有一个炉石主播在游戏刚出的时候直播这款游戏，里面这个美人蝎的怪物有几率触发连击，运气不好会被他一下打好几次。结果这主播运气特别背，被这个怪物给连击了10来下，直接满血给打死了。现在好像改了吧，只能连击2下。你就知道当时这个游戏对于随机性和运气的设计有多严重了吧。通过战胜怪物可以获得经验值，来升级获得属性点，不同的属性点会影响命中、闪避、额外回合和暴击等。武器也会有属性点的装备要求，达不到属性强行使用会减 33% 的攻击力。所以在游戏开始就应该思考，这次是拿快速敏捷的匕首类轻武器，还是拿攻击力高、力量要求大的重型武器。而其他元素便是在游戏的房间中搜刮各种资源，然后通过电梯快速回家补给，制作更好的武器、食物、医疗用品。相当于你在玩一个资源运作的游戏，将有限的资源合理运用，
一步步抵达游戏的最下层。游戏的玩法就是这么简单，说白了，运气好，噩梦难度也很简单；运气不好，新手难度也是噩梦。太过于依赖随机性，从这一点上来说，游戏的机制做得不算很成熟。同时，游戏开局可以选择一个被动技能和主动技能，这一技能对游戏的帮助非常大，但游戏最开始是没有的。随着你游戏下的楼层的越低，开启的技能就会越多。意思就是你想第一遍通关游戏非常难，你得尽可能在游戏的前几次多下到更低的楼层，开启更好的技能后，然后选择技能重新开始，才能更顺利的到达底层通关。如果游戏单纯是这样的话，我也不会给大家推荐。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会在游戏途中发现了一些诡异事情。例如酒店都会有一些绿植嘛，点击搜索会发现这个男人将绿植破坏。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他会说真开心。同时在酒店中发现了一些新闻报纸片段，讲述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杀人犯在利用自制武器随机作案，杀害了很多人，但如今依然在逃。一些磁带录音是游戏男主的自言自语，可以看出他语言偏执而紧张，思绪也很错乱。种种迹象表明，游戏的剧情怕是没有那么简单。目前这个游戏 Steam 售价59，非常不建议原价购买，最好等打折，要不就去第三方渠道购买。同时，游戏在手机、iOS 和安卓端上也可以玩。如果你现在对这个游戏有点兴趣了，接下来的游戏内容你就别看了，亲自体验下结局，会4次颠覆你对整个游戏的理解。游戏的结局一共有4个，第一个最为简单，当你千辛万苦为了寻找女儿，从楼顶100层杀到底楼，出酒店大门后，结局出现了反转。会发现自己千辛万苦竟然来到的是楼顶，最后心灰意冷跳楼身亡。第二个结局便出现了反转，在楼顶离开酒店大门前，如果你在楼层中收集起了照片碎片，当组成了完整的照片后再离开大门，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切完全被反转了。实际上你就是那个精神有问题的杀人犯，而你所击败的怪物却是一个个正常人。最后你作为一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被警方击毙。这个反转有点意思，但并不意外。认真一点的玩家就会发现，游戏中多次表现了这个男主有问题，像录音、报纸，男主的反常行为都能看出他有精神疾病。在酒店的监控室，你就能发现倒在地上的尸体是一个正常人的造型，而不是一个怪物的模样。第三个结局就更特别了，再次推翻了前2个结局，甚至突破了次元壁。在游戏中的某个房间会发现一台电脑，利用这个电脑可以找到一个文件，上面有个网址。在到达楼底的酒店大堂后，大堂的电脑让你输入账号密码，但找不到可以输入网址的地方。这个时候就突破了游戏的次元壁了。之前找到的网址，你需要在真实的世界中，你去打开你自己的电脑或者手机的浏览器，输入这个网址，你会发现是一家科研公司的网站，然后在网站中翻出文档，找到账号密码，再回到游戏的大堂电脑，输入账号密码，最后离开酒店大门。你突然在实验室中醒来。所有的精神病、连环杀人犯、怪物、鱼儿、核大战都是虚构的，那一切都是幻觉。实际上，你只是被人绑在床上做活体实验，而2名研究员发现你醒来后，准备将你灭口。最后一个结局和第3个结局的途径一样，再次推翻了前3个结局，达成的条件和结局3一样，把账号密码输入大堂的电脑后，不选择出门，而是可以去地下车库。你会发现车库有一个怪物。战胜他后，来到另一栋大楼，换上实验室的衣服，最后来到床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你再次醒了过来，你这次明白所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击败了实验室的研究员和保安，真正的逃出了这一连环噩梦，达成唯一的好结局。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我是乔伊，我们下期再见。